重生第5章，神秘女子。那个可怕的梦境如同无数枚钢针立时刺入我的大脑，肾上腺素瞬间飙升。在酒精的协同作用下，我晃了晃身子，站立了起来，根本听不清管家在对我喊着什么，冲着大门口拼了命地向外跑去。天空中依然飘散着雪花，虽然没有穿外套，却已感觉不到户外的寒冷，只觉得天空是红色的，山也是红色的，山谷在旋转，脚下的地面也在旋转。我向着山下的方向发疯似的狂奔，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掌向我的胳膊抓来，不等我有反应，另一只手已经锁住了我的喉头，瞬间无法呼吸。正当我竭尽全力想要挣脱开的时候，我的重心忽然一倒，便稳稳地摔在了地上。我心中暗暗叫苦，这一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其实也就只有几秒钟。虽然我对柔道有一定的了解，但显然远远不及身后的这个人。正当我的脸贴在冰冷的雪地之上，头脑发懵之际，我的心跳和呼吸也渐渐地缓和了下来。虽然刚才的动作招招致命，但我能感到对方并不是有意要置我于死地。将我摔在地上的力道之轻，让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什么目的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法语从身后传来，我这才意识到，将我锁喉并摔倒的人正是管家。当我听得他说了那句话之后，立时撑起上半身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望了望离我眼前不到半米远的悬崖，这才明白他何以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制服我。我当时正处于中度酒精中毒的状态，加上精神崩溃才导致的狂躁行为，如果不是他追上来救我，恐怕又是一宗惨剧。我坐在雪地上无力地道：你知道，齐浩洋就像是我的亲兄弟，我不能让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替他。管家叹了一声道：唉，我当然懂你的心情。说罢，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手。原来当我向外跑的时候，管家正在与马里欧沟通，要求搜救队立刻进场搜救，空中和地面双层相向交错式进行，抢在半个小时内搜完发生雪崩的整个区域。但话没说完，就见我已经跑到了大门口，怎么喊我都不听。听得管家这样说，我只好回到客厅的沙发上，焦急地等待着电话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有种如坐针毡之感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我立刻接听。怎么样？我道。我们已经往复搜索了2遍。马里欧喘了口气，接着道：这个区域仍在下雪，但我确定从山上到山下每一寸雪地都找过了，目前只发现了他的雪杖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是还没找到。我并不怀疑搜救队的能力和素养，但我认为他们未必会带着同我一样的情感去寻找失踪的人。这一点说起来很唯心主义，但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我决定还是亲自出面。
立马派一架搜救直升机来接我。我坚定地道。我在等待的时间里，考虑到他们会优先搜索雪崩的区域，所以他们会依赖雪面上的痕迹来判断方向。但是有2个因素可能会导致遇难点有所偏差。第一，就是不断累积的新雪会迅速掩盖掉痕迹，导致方向上的模糊。其二是雪崩的速度之快，会在最前面形成推力巨大的气浪。马里欧是从小生长在雪地环境的，这一点齐浩洋在面对雪崩时，不论采取的避险方式还是反应速度，都会有较大的差异。所以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性，他当时没来得及向侧面躲避，而是直接被这种有如冲击波般的气浪推向了别处。至于能推多远，有人说数十米、上百米，推到空中摔下都有可能。时间飞速的流逝，我在直升机上配合着地面人员继续向雪崩范围外搜索。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，整个天空和山体变得好似披上了一层淡蓝色的纱巾。此时距雪崩已有近3个小时，手台里不断传来询问的声音，因为眼看雪越下越大，而我仍坚持表示继续搜索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内心却是在默默地颤抖。这难道不就是昨晚梦里发生的事吗？我狠狠地咬着牙，暗自道：不，我不相信，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巧合。就在我也快要崩溃的时候，手台里突然传来一声杂讯，接着就是一阵嘈杂的对话。他们说的是一种奇怪的德语方言，我听不太懂。但我旁边的飞行员一个迅速的侧转，飞向了另一个方向。接着马里欧也在手台里对我呼叫道：找到了，就在那里，你们在上面看到了吗？那里有个雪坑。果然，天黑之前，我们总算是找到了齐浩洋。不过他的姿势很奇怪，据发现他的人称，他是躺卧在那个雪坑里的，早已脱离的雪板和雪杖却落在了别的地方，而且最终发现他的地方，搜救队之前是来过的，就在雪坑的旁边正插着一个红色的标记。不过这些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废话连篇，我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齐浩洋的身体状况，如果没有了呼吸，扯什么都没用。我急向飞行员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找地方降落，他却啰里啰嗦跟我磨叽了半天，直到我用汉语朝他怼了一句：下面的要是你家人，你就下去了是吧？飞行员被我说得瞪大了眼睛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回我，只好无奈地降落在了附近的区域。当我看到接近雪面便急匆匆地跳下去时，才明白飞行员为何苦口婆心地劝我。但我已经顾不得大腿深的积雪以及被旋翼刮起的雪雾，猫着腰便向着雪坑一步一步地移动过去。而直升机并没有在此停留，我一触地便迅速升到了空中。当我艰难地来到雪坑的附近时，几个医生模样的工作人员已经对齐浩洋进行了抢救。我借着手电的光亮，看到齐浩洋微微发黑的鼻子和嘴唇，心顿时就拧成了一团。刚要问怎么样的时候，齐浩洋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呛到了一样，用力地咳嗽着。直到此时，我的心才算是缓缓地落回了心窝。
我用大拇指狠狠地掐着食指的指腹，直到一阵无法忍受的疼痛感涌上心头，这才罢休。众人合力将齐浩洋从血坑里抬了出来，医生才对马里欧道：他算是万幸，除了胸骨骨折和面部轻微的冻伤外，目前尚无大碍，不过还是尽快就医吧。马里欧点了点头，随即吩咐了一架直升机按指定的地点等待接我们回去。这时我发现奄奄一息的齐浩洋渐渐恢复了意识，他望着我和马里欧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只能在空中指着一个方向比划着。我以为他要喝水，谁知道我将耳朵凑到他近前，他却道：胸口好痛。一时间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但看到他的表情和紫黑色的鼻子，又恨不得大骂他几句。谁料他咳嗽了几声，忍着剧烈的疼痛，又接着道：你们有看到一个女人吗？女人？我和马里欧面面相觑地问：什么样的女人？我环顾了四周，发现搜救队伍里全是男人，还有几只乖巧的搜救犬。齐浩洋又道：是那个女的救了我，她的皮肤很白。好吧，这事回头再说吧，等你冻伤好了再来跟人家道谢吧。我忍不住又看了看他的鼻子，不禁担心了起来，但此时也只好这样对他说了。